税终于报完了，那有些朋友的退税可能已经到账了，或者即将要到账。那说实话，tax refund 这笔钱呢，还是有些特殊的，它其实是你之前缴的税，提前从工资里面扣走的，但是拿到手的时候，总觉得是一笔意外之财。就是那种白来的钱的心理。那我们今天聊一聊，那这笔钱怎么样让它发挥更大的价值？首先呢，是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高利息的债务。现在美联储的利率是 3.75%， 那如果说你有信用卡欠债的话，现在利率通常是 20% 以上，像是车贷啊、个人贷款也有可能在 6% 到 15% 之间。那这个逻辑就挺简单的，如果说你每年稳定的年化收益率差不多 5% 左右吧，但是你有个 15% 利率的债，那相当于你每年就是白白亏掉 10%。那还债的收益率它是确定的，但是我们投资的收益率它是不确定的。这种高利息的债务其实就像一个漏水的桶，你往里面装多少水它都会慢慢漏掉。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如果有高利率的债的话，我们就制定计划先把它干掉。接下来比较高效的资金利用呢，就是往退休账户里面存钱。最大的好处当然是税收优惠，像是 IRA 2026年的话，你可以存7500， Roth IRA 也是一样的。那 401k 最高2026年你可以存24500，那你50岁以上可以再多存8000。那如果说你是有自己的小公司或者说是自雇的话，你可以用 SEP Plan。至于说为什么要这么早存，为什么不等到年底或者说明年的4月15号之前再存，主要原因还是复利这个东西对于时间是极度敏感的。如果说你一年存7000，年化收益率我们就按 7% 来算，那你存10年和9年的时间，它每年的差额就有900块。那如果我们因为是退休账款，我们可以把时间拉得更长，如果是里面存那个20年，那相差1年的时间就差个1700。那更不要说如果说你是存 401k 24500是存24500，那10年之后差额就是3000多，20年之后的差额就差1年的差额就是6000多。所以你是在现在4、5月的时候存，跟你到明年4、5月后把这笔钱存下去，中间相隔大半年1年的话，可能过个10年20年的，其中复利的差异就有个几千块钱。那更不要说你是每年都会往退休账户里面存钱嘛，那这一年一年下来，这就不是几千而是上万了。第3步是要检查一下你的安全保障。第一个其实就是紧急备用金，那希望存的量是3个月到6个月，如果是你拖家带口有房贷的话，最好是6个月以上。备用金这件事情现在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原因，其实就是就业市场真的不是很乐观。虽然说美国现在失业率只有 4.3%， 一直在 4.5% 以下，但是新增职位自2022年开始就一直往下在走，更不要说是有一些行业像是软件业，这个下跌幅度是非常厉害的。有些行业的裁员都不是说他们企业效益不好，而是觉得说 AI 可以用来代替一部分的人工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，我们多存点备用金，其实就是让自己更加安心一些。同时呢，也检查一下你的保险覆盖，像是医疗保险、失业险、意外险，这些保费都花不了几个钱，但是可以对冲比较大的风险。万一碰上意外或者失业，这些保金是你的第一道防线，备用金属于第2道防线。前3件事情做完之后，剩下来的钱的话，其实就可以稍微随心一些了。比如说是犒劳一下自己啊，夏天马上就到了，可以坐个游轮，或者做个户外探险，或者可以投资一下自己。虽然说 AI 现在确实在冲击就业市场，但是学会一些 AI 技能，让自己更有竞争力。现在很多线上的课程它其实都不贵，这个属于小投入比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了。或者呢，可以用这笔意外之财去做一些高回报的投资。通常这里的投资它的风险也会相应的提高，比如说你去投资股市，那如果用我们的工资收入，它一有波动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但是退税的资金就不一样了，它属于一些额外的资金，不管股市的涨跌都不太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正常生活，这样心理上的压力就会小很多，也使得我们的操作上面会更加的稳一些。
总结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有一笔退税的资金，或者说是意外的收入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呢，来高效的利用它。第一步当然是还高利息的债务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提前存入退休账户，使我们资金的复利效率利用更高。第三是存好备用金，顺手检查一下自己的保险覆盖范围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。那剩下来就可以犒劳一下自己，吃喝玩乐什么的，或者用这笔意外之财的心态来做一些高收益的投资，或者做个自我提升都可以。那大家的退税金准备怎么用呢？我们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。